1921年，陶新竹北部出世界梁建宗，人讲佢係日本時代青松照嘅小說家之一。佢嘅作品度接着會出現北部嘅天見天貌。日參梁建宗文學館潘志松文學入獎工作坊，用功同獎做主題，透過文史說明同入獎，帶領大家行入北部嘅大嘅西紅，未行入梁建宗嘅文學世界。他是1911年出生，然后到1927年为止的时候都是在北埔长大的，然后今年是2025，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去想象一下，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龙应宗就是在这边长大的，而他在这边的经历的一部分呢，就写成了皇家的这边的小说。那我就稍微来带大家读一下他是怎么样描写慈天宫前面的。新竹北部慈天宫头前，反同公司财神节，当地嘅土作家刘仁宗嘅文章。琵琶庄是看得见蓝色中央山脉的脊寮山村，在接近部落中央的地方有一座门扇熏黑。柱子积了尘埃，屋顶生苔，而处处生长杂草的古庙慈云宫，其实就是慈天宫。而这座古庙的前面是铺石板的院子，有一株巨大的老榕树，但老榕树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而乌灰的枝桠接近地面，匍匐似的前进着，伸展着。老树到了夏天就会开展很好的绿荫。作家刘仁宗本名刘荣宗，1919年在新竹北部出世，1999年归县。刘仁宗从小出动好文学，然土豆豆世界文學重要嘅作品。1937年改下，當26歲嘅劉仁宗出用小說，仲有木瓜樹嘅小景，樹動日本文壇天庭，係日本書台灣文學代表作家之一。他嘅家鄉北部，他嘅係培育佢嘅從老創作，地基嘅筆下，從頭看嚟到北部。那因为其实文学在阅读起来，对于一般正常日常生活每天有点忙碌的人来说，其实是有一点距离感的。他们会认为我都没时间读这些书了，我怎么可以去有时间深入了解你的文学在说些什么？所以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很努力的在将龙应宗的文章文句。把它抓取出来，在局部的放大，然后做一些比较特别的转译方式，让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同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阅读到龙应宗的文句或是文章。工作坊除了強對劉仁宗文學有全面研究嘅財神節欣賞，用文史透透嘅形式，圖嚟大家行入劉仁宗文學當中嘅北部場景。同時也強調北部才體向同兩張台史入彩，陪領大家喺北部街路行，用鏡頭來切劉仁宗筆下嘅世界。這樣呢就能拍特寫，啊，這樣的如果大家不拍出來，咔嚓意思拍很快啦，構想是很難。我們拍了很多張，看了1000多張，就是要大家謙卑一點下來拍，就從這裡拍，你就如果覺得太高，你就低一響。像上面里面有一個光點啊，哪裡有光？不是啊，裡面有沒有白光嗎？你看那中間，就不是烏漆嘛黑的，哎。你說中間？是啊，對，對的，天井呢。啊，佢就通過網架，啊，佢就描寫，就跟廟面前慈人宮做這個榜眼路哈，講一個重遊求題啦，就地係因為呢，啊就去做cái hòn này đúng rồi, chú tông to à, như khẩn đó, như chuyện cho khu hạ thì gọi là chăm hi là, khỏi cái sự业斑驳，其实实相没有，你若冇khu hạ hiện như khẩn đó就可能像这样的项目哎，就khẩn到去新冠读这个项目啊。那其实走读，对有些人来说其实也是稍硬一点点，因为他会认为我在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定会带一些历史嘛，他们会觉得有一点点辛苦，所以我们希望走读这件事情再让它更有趣一点点，所以我们尝试把摄影带进来，
然后呢，就让大家在拍摄这个环境的时候呢，也顺便也进到龙一中的世界，然后也可以顺便了解哦，原来龙一中长大的地方是这里。老师，这个长项你有什么建议？像这种长项啊，景深你会怎么呈现？长项就你光圈你要缩小，光圈放大啊，尽量不要动哦，一定要清晰。你拍景象，你要从这个窗户一个拍起来，你要有个前景啊，你不能从这里，你要从这里这个开始这样下去。刘俊宗嘅作品都豐富，兩擺工作坊用工老人做主題，帶出婚後作品當中嘅工人線索，也圖令大家重新用夢想中嘅角度，簽出北部嘅工老人。翕相是非常講究構圖入眼摸眼唔怕，但是入工人，入工就是人，嗰個人就會感性，嗰啲因為主要因為視覺美感啊。你就看得懂好看，好嗎 ？OK， 好来。我是真的走很快。光明灯，那它们本身就是发光体，但事实上它们都是被保佑的人。那所以呢，感觉上像是这个庙里面的主神跟陪祀神给予他们光明，所以光跟影的关系在摄影本来就很重要，但是加了很多人文的含义在里面。那人文含义就在于希望得到光的庇佑，神圣的光的庇佑，同时自己也可以发光。香港上市講嘅工老人可能唔係按期上嘅。慈天宮前面好像是有很多店家非常熱鬧，然後小孩在這邊玩鬧，但是那是早晨的畫面，而到了晚上，他們來到了這個慈天宮的後面的時候，卻是一個非常扭曲，像是迷宮一般的地方，所以就可以發現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神奇的一個光跟影的對照。就是慈天宮的前面是大家充滿希望，在這邊請神，希望可以完成他們的願望的地方。而這個慈天宮的背後，卻是一個充滿着絕望，就是一些沒有辦法達成自己希望的人，到最後淪落的地方。一起到了慈天宮的後面，後面呢有2棵非常大的樹，然後在那個樹蔭的底下呢，其實有非常多，相對於那個慈天宮的前面來說，是一個比較陰暗陰涼的地方。然後在故事裡面呢，它就是一個比較偏灰暗的場景。再推延的哦，這樣的情形。哦，這樣構圖完整、簡潔有力，哦，對不對？哎，樹很重要。哎，對，哎，樹是有生命的啊！你要拍到這個百年樹人，這邊太障礙物太多了。這邊障礙物太多了啊！哎，對，要沒有避開哦？你要沒有，你就前進啊，沒有你就會變化，會變嗎？這個任務會變化嗎？說進可以，前後大小可以。對。這樣你沒有很中間呢？啊，我不要中間啊，看，啊，比剛才好多了，啊，就是這樣的，將來就紀念照了，真正的紀念照，完美的紀念照，完美了哈，有耐看。原本是這樣子，然後老師說要把人框起來，樹就把它留多一點，這樣變成這樣子。剛好，這樣。這樣子哦。哎，對，下面留一點點空洞，這樣的。哎，對。早一點的，就盡量給它走起來。要多一下。要蹲的第一才笑。現今邀請那個嘅劇頭來參加活動嘅嘢，有個翕拍獎嘅相片，要讓是入彩已經80歲嚟，翕相超過半世紀研究，為台灣客家中留下當多珍貴嘅印象。對水天風光、民俗到景物，生活嘅各種融合全有。米是為天，就按照我過，所以我當從事啊，翕了我天啊，係符合我當講究貢獻啊。春冬已經好降天，嗰陣度解了是翕相嘅素材，天氣都已經生草嚟。
就今年呢，入菜就会转到不但是去翕相嘅素材，記錄就嘛變化。你啊，田啊，就忙種屋啊，啊，冇就種田啊，啊，種多就後悔，唔變後悔農田啊，就慢慢的消失。上周通行5地片就會等農民打鐵，就會就好會貢獻。上下個乜嘅事情都準備好嘞，是強東風。廚師手上一時時的就會等價經驗扮演。差唔多1984年啊，我就陸陸續續就在翕攤咯，5、6擺啊，就完全當冇滿意。1998年嘅春天，就在基本一天裡啊。風和日麗，非常熱烈，非常的正。我就嚟是啊，真緊啊，跟住咧啊天啊做好咧，啲春嗬一隻樹上，我能大綠草。為咗天時地利人和，翕得夾嘅，就做一種滿意嘅相片。北部因為翕東相片。翕東就加起來唔可以多種啊，大概是1%啦。你啊翕1000種啦，就100種啊。係啊，要上次嘅弄。讓佢只國土嘅看北部嘅親近憲法啦。大幫第一擺文化聯讓工作坊，大家也難得有機會落台視近距離接觸，學習用冇強壯嘅國土來欣賞北部。轉到文化廣告後，大家也分享自家作品。這個畫面其實現在應該很少看到，就是有書生，他穿得很現代，然後在一個很古典的畫面裡面，然後用到構圖就是框景構圖，這樣就是外面是亮的，裡面是暗的，所以你隱約看得出來，它是在一個古建築裡面，但是人又是很清楚的。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就是很有歷史痕跡的地方，所以我故意找一個有鐵鏽，就感覺上就是一個歷史很斑駁的地方。然後我後面注意到它後面的窗框啊，你看它的有些好像牆壁也都剝落什麼，就它真的很有感覺，是那個歷史的痕跡，就是北埔就是更有文化的地方，這樣子。就是這一張。那老師覺得看到這個時間歲月感蠻豐富的啊。我們聽看，我們像有機會田園詩生啊。因為我覺得他這次很特別的主題，他是有點是導讀文化一些書啊，還有一些攝影的部分。那他又提到說，他可以實際走訪到一些北埔的就是在地的一些文化這樣子。所以我就覺得，好像之前我們自己來北埔只是走走看看嘛。那如果可以結合到攝影老師眼光啊，甚至說可以走到當地，他可能有更多的文化導覽。就帶小朋友來北埔人權玩，然後不認識龍英宗，對，這樣。然後透過今天的活動，有更多的認識，這樣子。有啊，就是認識他那個小時候，他都住在怎麼哪裡，然後他說什麼那個什麼陰暗，很什麼巷弄很陰暗，還有什麼鬼故事。然後其實剛剛我們去走讀的時候，剛剛就沒有感受到，因為是在白天。我想如果晚上的話，比較有那種氛圍感。蔡承志呢，他首先進行文學導讀，那我覺得他導讀得很好，因為是扣緊了今天的主題，光跟影，他選取了像早霞、夕影，還有宵月這些很重要的文學意象。但是葉才老師呢，在開講前還用了傳統的五行觀念。那五行觀念對客家人的影響，其實影響到生活的全面。大幫文化老年人行業劉振宗筆下嘅家鄉新竹北埔，看到佢所看到嘅北埔講老人，在嗰種動態嘅構圖，用設計鏡頭，記錄下新觀頭度嘅北埔人格，穿入時空，跨入社會，重新認圖北埔小鎮嘅歷史老文化，也感受小鎮百年來嘅工人變化。